其实当初我们在医院里面，院方呢很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帮忙推广到宅牙医，因为我们是到宅牙医的先行者，我们其实比很多的诊所的医生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医院希望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传出去，让更多的病患知道说有到宅牙医服务。因为可能晚上睡不着觉，他担心牙齿吞到肚子里面去，或者是更严重的吞到肺部，那有可能会造成吸入性肺炎，那最后病患可能会往生。口腔清洁对于这些没办法出门的病患来说是非常匮乏的。那经由我们的卫教，让大家都知道了之后，大家才会觉得说，口腔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不论你是一般的正常的病患，还是在家里面无法出门的病患，都可以享受到跟我们一般正常人一样很好的一个口腔的一个照顾。其实我们在还没有政府举办这样子一个到宅牙医服务的计划之前，我们就已经先去病患的家里面做卫教了。因为15年前，我们的社区医学部的护理师突然跑来找我，就跟我说：“范医师，这个我们的居家照护的病患，他们的家属都一直问我们怎么样去帮他们的那个卧床的病患，然后嘴巴不张开的那些病患刷牙。”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刷，他们的病患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就顺势从卫教就变成是做治疗的部分。所以那个年代刚好我们早期已经做了卫教，那就当然就第一时间就加入，所以我们也是很早就加入到宅牙医服务的第一批的医生。70巷22号，看一下。其实我们在2011年开始做到宅牙医服务，大概距今现在14年前。那个年代能够走出去的牙医师不多，一开始的时候不像现在，我们全台湾有大概将近190位的到宅牙医服务的医生。那个年代刚开始推的时候呢，大概全台湾只有20几位，那新北市大概只有2、3位而已。那我们推广的到宅牙医服务理念呢，就是希望大家借由我们可以出去教他们卫教以外，还给予他们口腔的治疗。因为早期如果你要到家里面做治疗是不允许的。2011年开放了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加入，家属帮病患在做口腔清洁的时候，他嘴巴不张开的情况，他就只会帮他用海绵刷去帮他做一个口腔周围的一个清洁而已，他就不会去刷他的牙齿。那因为他的嘴巴不愿意张开，或是他有用鼻胃管，他们不晓得怎么去清的时候，照顾者那个年代就是以不清洁为最简单的一个方式。那可是长期下来，病患因为没有办法清洁好口腔的问题，牙齿有牙周病，然后导致最后口臭很严重。那他的家属也不愿意亲近病患，那导致他们之间的亲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走进了病患的家中，开始帮他们做口腔清洁了之后，也可以让他们的亲情更和缓，因为我们把它改善了他们的口腔的一个不好的气味。所以等于在那个年代，我们帮助了大家了解口腔的知识以外，帮助这些卧床的病患得到一个口腔的照顾，那也让他们的家庭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就是一起照顾病患的部分。我们去泰山的那个病人家里面，他每一次都会请我们喝咖啡，而且他一定要买那个西雅图极品咖啡，但是是咖啡豆的，不是那种外面买的那种即溶式的咖啡，它是现泡咖啡豆的西雅图。那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子女在西雅图咖啡上班。我们现在出来大概一天都只会大概4到5个患者。那因为车程的关系，如果是车程比较远，我们可能就会排4位。大部分我们新北市的服务员比较辽阔，我们排的不会太多病人，因为我们可能从三峡，然后到淡水啊，还是台北市北投啊等等，可能都要花快1个小时了。也不会一次做太多的治疗，是因为这类的病人通常都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他本身也是已经卧床很久了，那也没有办法去外面做看诊的动作。通常我们是有3大类的族群啊，第一大类就是身心障碍患者，所谓的身心障碍患者必须要是中重度以上，
第二类就是我们现在长照的病患，就是失能的病患。那第三类呢，就是失能的老人。所谓失能的老人，就是65岁以上，然后他清醒的时间50%是不能够下床的。我母亲她在昨天的之前10天刚好肺部感染，好，因为妈妈几乎全身瘫痪，只有剩下右手可以动。那我带她去医院的话，她会很痛苦，她会很不舒服。你们这边是楼梯，对，你我都要背，很辛苦。不会，这是应该的。挤压，如果你是水会很多的时候，一定要用那台比较高效率的那个抽痰的吸口水的。它大概多重？大概10几公斤吧。10几公斤，对所以每一次出诊都会带这台。对，如果有要洗牙，我们一定会带。对，因为我们做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的病人是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到宅牙医服务的，因为这些卧床的病人就是真的不能够走出来，他就是一定躺在家里面。如果真的要出来，他可能要花费非常大的功夫，而且在这样的不同的就医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到了医院还在等待。可是这些人其实就是非常体弱多病啊，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等待的病人。那如果他在家里面，他是很熟悉的环境，他对于他这样子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他比较不会紧张。那我觉得能够我们继续做下去的话，对这一类的病患来说是会得到比较一个好的医疗的品质。那当然，如果他要到诊所或医院也是可以的，只是家属来说，他们会花的时间跟精力是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可能就觉得说，那既然要把病人抱去诊所或是医院，要花那么大的心力，他就宁可不要带他去了。那不带他去，就反而就是让病患在家里面痛而已。我们恩主公医院呢，他已经有来了4次，每3个月他就会来看诊1次。那第1次来的时候，我母亲呢，她刚好有一颗牙齿要脱落，在脱落的过程中，万一没有来看的话，它掉下来，它就会推下去，这很危险。因为我照顾我母亲快4年，这4年过程中，当然有一些辛酸啦，这当然是个人要怎么去理解。那还好，政府它有在居家这方面做得蛮完善的，让我们可以去申请。他申请的级数很高，妈妈她是第8类，算是重疾的。那每3个月，医师呢，他都会帮我们预约，医师会自己先帮我们预约安排时间，再过来帮我们做检查，那让我们家属呢减少这方面很多的负担啦。妈妈在看的过程中，我们心情也会比较好。那医师他也比较有专业的能力来判断，所以每一次医生他来用好了以后，那我都会跟医师询问说妈妈的状况如何。那我们家属心情上、心理上也会比较愉快。他现在目前没有牙齿摇晃，然后有一点点发炎，我帮他清完。这2天呢，可能你会看到他有一点点血丝，这个没有关系，好，过2天就好了。OK， 他现在都还蛮正常的。好，正常就好。好，谢谢。我们现在全台湾大概将近有近100万因为以长照2.0来说，我们现在的病患族群大概有70-80万人。但长照3.0明年开始呢，接下来的10年，我们长照3.0的病患的族群会年龄就是向下。那现在目前为止，长照2.0是50岁以上，那大概族群目前全台湾应该有70-80万人。可是明年度了之后呢，应该这样的人口数会再增加，因为我们把长照3.0的年纪降低了，然后范围可以提供的范围的那个广度也增加了，所以那个人数应该会再更多，大概会将近快要100万。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到宅牙医服务的医生比较少，所以可能还很难像日本一样，他们就是在地化。所谓的在地化，就是他们诊所或者是他们医疗机构方圆16公里以内，他们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可能不止16公里，我们可能如果是新北市，我们如果跑到淡水其他地方，可能就大概有40-50公里，可能会更多。那这样子的话，对车程来说，对牙医师可能就会有点觉得太远了，不愿意去，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实行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如果可以的话，就比照其他国家
他们定了一些制度，就近病患的附近的诊所，他们只要拿到学分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执行到宅牙医服务。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跟很多的护理师合作，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社区的居家护理师，他们也希望转介他们手上的病人给到宅牙医服务的医生。就是有没有过真的遇到很重大的事件，然后让你一度想要放弃？没有，目前没有。没有。对啊，对啊。其实家人都还蛮支持的啊。其实我们做了10几年，到现在都没有想要放弃啦。因为其实我们的家人都蛮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虽然赚的钱没有像其他牙医师来说那么的多啊，因为开业医可能每天有很多的病人是做一些高自费的，但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得到的薪水比较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们得到内心的快乐反而比这些薪水来说是更无价的，是更可以开心的。Later on in the night, when the crowds have gone, 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cancel all our plans. We don't need a reason why we just can't. I wish I could stop time and stay in this moment, never think about going.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 little while?